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煮速冻饺子时不要急着下锅，小玉跟您分享一个正确做法，煮出来和现包的一样好吃。很多人煮速冻饺子的时候，经常会破皮。速冻饺子和现包的饺子不一样，不是很好煮，口感上也是黏唧唧的，不是很好煮，也不好吃。那是因为你煮的时候下锅的时机不对，看似简单，要煮得好又不简单，实际呢还是有一定的技巧的。下面跟着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首先跟大家说说，速冻饺子是有优劣之分的。一般正常的速冻饺子不会接触到太多的水分，所以表面冰霜不会很多。如果冰霜太多，甚至有些已经结冰块了，说明饺子可能经过2次速冻，这样的饺子不管是口感还是营养都不是很好，不建议购买。现在开始煮冻饺，先锅里加入足够的长姜水，大火烧开。我们把饺子下锅之前呢，最好能够在锅里加一些毛毛盐。加盐之后，水的沸点就会提高，这样煮饺子时水就不会过于沸腾。饺子下锅后呢，就不会受到沸水的冲击，可以尽量避免破皮，并且加入毛毛盐之后，饺子能够更快的吸收水分，可以让饺子吃起来更美味哦。这会等水涨开起来。接下来这里是重点哦，注意看，我们看到锅底开始起密集的泡泡时，这会水呢还没有完全涨开，有种似开未开的感觉，我们就可以下入冻饺了。煮速冻饺子呢，一定要温水下锅煮，因为速冻饺子的温度呢是比较低的，水开之后再下锅，饺子皮呢容易被热胀冷缩，从而破皮。温水下锅呢，可以避免饺子快速膨胀，同时呢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，让饺子慢慢解冻。另外，温水时，锅内的水呢是不会沸腾的，可以避免饺子受到沸水的影响，过度翻滚而破皮。当然，速冻饺子呢，也并不适合用冷水煮，因为冷水煮饺子会延长煮饺子的时间，更容易使得饺子破皮哦。您记住了吗？刚下入饺子的时候呢，用铲子多搅动搅动，可以快速的使饺子受热均匀，并且呢不粘锅底。同时，大火将水烧开，使饺子能够迅速的漂浮起来。记住，煮冻饺呢，千万不要盖锅盖，否则热气出不去，饺子容易发粘。就让饺子在似开未开的水中煮几分钟，这样煮出来的饺子跟现包的一样好吃。这会锅中的水在慢慢涨起来了，我们等它完全涨开，这时往锅中加入100毫升的冷水，用铲子轻轻搅拌，使其冷热均匀。老话说得好，3开饺子2开面，做饭那真得靠经验。水开后，在锅里倒冷水，是因为煮饺子时水很容易开，但饺子却不容易熟。如果锅中的水呢一直沸腾，饺子皮呢很快就会化，所有饺子都会粘在一起，不仅容易破皮，而且容易粘成一团，难以下咽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在水开的时候加入1碗冷水。加冷水能够使温度快速降下来，这样煮出来的饺子更筋道更爽滑，味道呢也会特别的好吃。第2次涨开，现在呢是我们第3次加水了。煮冻饺的时候呢，可以反复加水3到4次。煮好以后的饺子呢，更加的软嫩鲜香。在等待它长开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准备自己喜欢的汤料，或者我们也可以事先准备好大碗中，加入1把深海虾皮提鲜，1把海里出生的紫菜，1把香菜，少许的香醋，再来一点生抽调味，最后加入少许的香油，先放在一边。这边饺子呢已经再次展开了，我们要看一看饺子是否已经完全的被煮漂浮。
其次就是看一看饺子的外皮有没有发白，如果饺子已经完全漂浮，且饺子皮肤发白的话，就证明饺子呢已经完全成熟了。煮冻饺没有时间限定，完全靠经验哦。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，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，鼓励一下？万分感谢您了。这时我们把热汤舀一碗，放入汤料碗中，热热的冲一冲，冬天喝上一口，全身都暖和了，特别舒服，而且吃起来口感也会更好。紫菜呢，我们不需要煮，即使紫菜烫一烫呢，也就被煮熟透了，而且呢，营养呢会被完全保留，营养更丰富。这时我们再将饺子盛出来，放入热汤碗中，搅拌搅拌，即可享用美食。按照我们这样的方式煮出来的饺子，个个都很完整，不破皮不粘锅。关键是这样做出来的速冻饺子，口感更加鲜嫩，更加好吃。和刚做出来的饺子呢一样美味，所以以后煮冻饺一定要试试这样的方法。如果您不喜欢吃带汤水的，我们也可以现调一个简单好吃的蘸料。蘸着吃，碗碟里面呢加入多一点的生抽，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香醋，再加入1勺辣椒酱，搅拌搅拌。好吃的蘸料呢就调好了。这时我们把饺子盛出来装入盘中，即可享用。用这款蘸料蘸着饺子吃特别美味，蘸上蘸料一口一个，根本停不下来。用以上的方法煮出来的饺子，不管是带汤还是蘸酱料，都非常的方便，不用担心发黏破皮，吃起来口感呢都很好。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吃，是不是很棒呢？饺子最大的优点是总体营养成分配伍合理，人们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、脂肪、糖类等各种营养成分不仅齐全，而且符合营养金字塔结构的比例。面粉做的饺子皮、谷物类食品、青菜含量一般都比较丰富，优质蛋白，饺子中的猪肉或鸡肉、羊肉等，而且分量适中。因为人们很少吃全肉馅饺子，人们调饺子馅时，一般还会放点油，特别是植物油，补充了植物类脂肪。最后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，其实不只是煮饺子这样煮，煮汤圆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玉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